没想到你进入了黄风谷。还要多谢你送我的那本书。汉姑娘是来参加棋派会盟的吗？嗯。对了，那个前面啊，有专门给炼气系弟子准备的茶点，你可以去尝尝。那些都是快要筑基的高手，光是跟他们坐在一块儿，我就紧张，还是算了吧。谢谢韩大哥。汉姑娘也要去血色禁地啊？嗯，我大哥旧疾发作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只有找到血色禁地里的烈焰花，才可以救他。你们那些老祖没法给他治吗？嗯，所以，我一定要亲自去找到烈焰花，把我哥治好。唉，死也治了。你对你哥哥真好。我有个小妹，在我离家的时候，她也就这么搞吧。禁地中灵草珍贵，就算5年开启一次，采到的筑基丹原材尚且不够，改成一甲子，那缺的筑基丹怎么补？可不是嘛！就是啊，就是你们演乐宗家大业大，那自然是备了不少筑基丹。可是我们这几派可不行啊，多少弟子排队等着呢。就是啊，怎么办？筑基丹之所以重要，也是为了小辈考虑。每次禁地一开，折损的炼气修士几乎近半，这些弟子的性命，诸位长老就不放在眼里了吧？天道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这心里的慈悲，难道能大过天道？小小的筑基丹，搬上天道了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这看样子，你们黄风谷也是站在演元宗那边的。这世上的天材地宝本就有限，有多少的灵草需要经过100年甚至1000年才能成材？近几年各派的弟子剧增，而灵草却是摘一颗少一颗。正是，现在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杀鸡取卵。况且，我听说魔道6宗又有异动，我们更应该避免伤亡，否则他们攻打进来。魔道，几百年了，年年都说有魔道，可除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，又有谁真见过？是啊。少主，少主，咱啥时候出征哎？别总着急啊，这越国棋派里边烂马七糟一锅粥，咱虎了吧唧就这么上了，得折多少人？少主恕罪啊，但是恁姑半个月头里都已经进军讲过了，若是被他抢了先，少主的处境恐怕得更加的不得劲呐。那就是，我姑这人确实虎，但我比较善用巧劲儿，也借这机会给我爹瞅明白了，这鬼灵门以后得给谁。那恁想咋着呀？一动别动，一动不动。少主，不可越过了噻，指定得去啊。咱仨人够了，都咱3个，大军不去了。讲话这血色禁地也快开门了，是时候让这帮棋派大傻子们忙活起来了。再一个啊，你们俩到那边之后，能把嘴闭上就闭上，人那边说话不这味儿。中，那就是。你们都是各派的老人了，棋派如今势力如何，你们心里不清楚吗？比5年前如何，比60年前又如何？哎，
正是因为各门派的势力在下滑，我们才更需要到这个禁地多采一些灵草回来，不然这些练气的弟子如何向上提升锻炼呀？对呀，是啊，总不能害怕牺牲就不去禁地，这不是因噎废食吗？对呀，对呀，我们几个反正不同意。怎么一个比一个轴啊？啊？哎，我是都无所谓啊，只是5年一次赌，这次要60年一次赌，我不知道某些人等不等得起。哎，你说谁呢？我们来就同意啊！请洪福师姐催动岳阳宝珠。师姐，请催动岳阳宝珠。那是什么？岳阳宝珠。看来长老会那边有情况，我先去看看。韩姑娘，一定要从禁地平安回来。嗯，再见。岳阳宝珠是什么呀？诸位长老，有没有发现岳阳宝珠有何不同？这没以前亮了。宝珠没有以前亮了。没错，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驱散禁地的迷障所致。宝珠吸收日月灵气，绽放光芒，但你们恐怕不知，每当天有异样，宝珠也会受其影响。日月昭昭，本该是亘古不变，可禁地开启过于频繁，导致灵气日益稀薄，宝珠光彩亦不复从前。这还不能印证我的说法吗？现在明白了吧？啊，来吧，再商议商议。这血色禁地如此凶险，要不等下次开启，准备充分些再去吧。听说了吗？以后这血色禁地要改为60年开放一次，这下要拿到筑基丹，恐怕更加困难了。是啊，可要不突破筑基期，这寿元也就100-200年，再来一个60年，那莫不是要等到老？要不这次咱就去吧，去的话问问表姐，她去咱就去。不用问了，那姓陆的去，表姐肯定也要去。但是这一次改了规则，去的人肯定比以往要多，咱们务必要小心行事，别因为这个丢了性命，那就不值得了。好，那快走吧，他们都在这报名呢。走。如果再开，就要等60年。向师兄，不是说这个报名血色禁地的在这集合吗？咱俩来，会不会通知错了呀？你们都在等谁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师祖。师祖。来的人还挺多。哎，你们都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？啊？不是我吓唬你们啊！我们黄风谷弟子数千，筑基的有多少知道吗？不过100人。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筑基丹稀少。不光如此，还因为炼气与筑基虽然只差1阶，但是境界却相隔108000里。所以啊，有很多人都会像你们一样，都想进禁地碰碰运气，结果呢，白白丢了性命。别说筑基了，连活下来都是奢望。所以啊，若是你们没有拿出必死的决心，老夫奉劝你们赶紧回去啊！
以免你们的先途到此为止。那当然了，若是听到老夫的话，你们依然有决心，可以站出来。我看看都有谁。快点！嗯。哎，你们这13个人是不是已经听到禁地再开要等60年的消息啊？啊？可以呀，挺聪明。咱们黄风谷此次进禁地有15个名额，现在还有2个。我，哎呦，这么大岁数能行吗？我可不想再等60年呢。可以理解啊，那还差1个名额。这样吧，我数3个数，1，嚯，会抢跑了。你一个炼气11层的也敢去送死啊？禀师祖，弟子资质差，没那么多时间等60年，望师祖成全。不错，有个性，我喜欢，啊，就是资质差了点儿啊。行了，你们这些人回去吧，啊。我也要去。早干什么了？先回去啊！想去，等60年之后那波。 60年后我都120岁了，师祖。再给个机会吧，师祖。师祖，后面还有考核和训练呢，啊，万一哪个淘汰了，你们就有机会补上嘛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啊，回去。我们好幸运呢。嘿嘿，听听，不容易呀。哦。勇气乃万世之始啊！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过了老夫的第1关。 谢谢师祖。血色禁地不只是一场寻宝之旅，更是一场关系着我黄风谷在七派中的地位，足以左右门派未来的战斗。为了能让你们都能活着回来，我要好好的训练你们。此行万分凶险，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，以免在禁地内断送了性命。禁地内天气恶劣，变化无常，还有各种崎岖的地貌。 不少人在进入禁地之初，便被这恶劣的天气折磨致死。你们要记住这几种药草：地髓枝、紫侯花，还有天灵果。这些都是筑基丹所需要的重要的药材。禁地里会有各种妖兽出没，想要顺利取药，就得先过他们这里。 要是打不过，可就成了他们的腹中餐了。禁地中的各派弟子大体分为3类，第一类，实力较弱的，就像你们其中的有一些人，要么是被逼而来，要么就是心怀侥幸。这样的弟子，往往活不过第1天。第2类人，修为虽然不弱，但也算不上顶尖高手，其中不乏有一些投机取巧之辈，不去好好采集灵草。 反而还想利用杀人夺宝的手段牟利。但是到了第3日，第2类人中的佼佼者，便会在禁地中自动的销声匿迹，不再现身。这时，便轮到第3类人了。师祖，第3类人是？第3类人是懂得保存实力、隐藏实力的那些家伙，终于出手，各显。 神通，师祖，那您说了这么多，到底哪类人活下来的最多呀？自然是第3类，真正的高手。错，是第1类。啊，第一类人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能进禁地的哪一个不是身怀绝技啊？但若是不够谨慎，再厉害的人，也只有身死道消的下场。而那些实力最弱的呢？ 因为早早认清了现实，
反而能够成为最容易全身而退的人。他不会想起来那天的事儿了吧？今天天气不错还能看到雪山呢。师祖来了。师祖。都看到了吧？这便是千机之术。你们每个人传送至禁地内的地点，将随机而定。传送到什么位置，全凭自己的运气。门派能做到的，就是在你们的身上种下本门的千机之术，在一定范围之内，你们可以感应到同门的方位。这次试炼，各门派都在暗中较劲。采回来的灵草数量将会直接影响未来60年各门派的地位。他偃月宗仗着自己家大业大，随意修改禁地的封禁时间，我们灵兽山绝对不能被他们踩在脚下。要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7派中最能打的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出发！哎，几天不见，怎么胖了？哎呦，出发了！飞了！稳住！马上就要到了。对，守住要领，绝不能让叶家堡的人拿到血莲花。
遇到前排将营弟子，尽可能杀之、烧之，万勿暴露身份。这是自然。这里就是血色禁地，怎么没有动静？禁地开启。这是哪儿啊？先躲起来，观察一下。回去板子！林师兄，任师兄，我们在这儿。快，跟我走吧。前方可有黄风谷的弟子。姐，时间紧迫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嗯，走吧。小绿瓶的秘密，可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接下来还是单独行动吧。哎，向师兄。好戏开场了。灵气果然变得稀薄了。师祖，没想到这融灵符还真有用。此符能将人的灵气连接在一起，就算传送是随机的，也有一半的几率散落在彼此周围。居然落到这儿，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。
果然，越靠近禁地外沿，灵草年份越低。这样，就不用担心与人争夺了。取些幼苗种子，再用小绿瓶催熟就好。边五叶红，这么快就死人了？一定要小心，别像他一样。乌龙潭东北角，地势偏僻，以数十丈的潭渊为中心。按照地图标记，紫红花应该生长在附近。好浓的瘴气！寒烟草，这可是制毒的好材料。谁在那儿？出来吧，我看到你了。难道我的隐身符失灵了？出来了，我看到你们了。虚张声势的家伙！哎呀，我的小宝贝儿！寒冰蝉，于师兄，还是你这驱兽粉厉害，一小瓶竟让寒冰蝉乖乖听话。又干掉了一个棋牌高手，这些小家伙们可立了大功。寒冰蝉性情温顺，只要不主动去招惹它，几乎是不会攻击人的。老齐，把寒烟草收了吧。哎，真没必要为了一棵草聪明，就让他们去拿吧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到你们。小心点儿，可别中了埋伏。此人的谨慎程度不差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丢了性命。这两个人就是冲着杀人去的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咱们和师父处了这么久，从来不知道他会武功。人人都有秘密。再说那小绿瓶的事，咱不也没告诉他老人家吗？师父是真把你当亲儿子疼，你还怀疑他？俺练仙甲功练了那么长时间，遭了那么多罪，挨了那么多揍，
哪儿说啥？那能一样吗？他杀人了呀！武岩那是野狼帮的人，是七玄门的叛徒，该杀。而且师傅那不也是为了救你？那就更奇怪了，我有这么重要吗？你当然重要了，师傅把最好的都给了你，教你学医认字儿，那总不能是害你吧？下雨了，睡觉睡觉。张铁，张铁。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您真的要下山啊？你的修炼不长进啊，确实和药效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也想了很久，决定还是要替你去寻找好药啊。可您的身体吃得消吗？要不我和您一块儿去吧？哎，这，不用。张铁，你给我留在家里面，照顾着韩立的修炼。等我回来，要是毫无进展，给你好果子吃。哎，回去了，别送了，走了。此后的1年多，莫大夫经常下山寻药，一走就是2、3个月，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平静的样子。厉师兄，我是韩立，厉师兄。你的病很奇怪，我只能用银针暂时封住你的穴位。你之前吃过什么药吗？是这个。此物是由荷兰、西尾花、蓝银鸾等20-30种罕见药物炼制，外表红色，有奇异腥臭之味，一旦服用，痛入骨髓，故名抽髓丸。这个药可以激发潜能，提升功力，但最大的问题是会透支生命，且副作用极大。我劝你还是把这个药给停了吧，再吃下去，你最多只有10年的寿命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我救了你的命，这还不算理由吗？说实话，在救你之前，我也想过可能会遭你灭口，但我也没想到你翻脸这么快。我发誓，此事谁都不会说。发誓等于放屁。师兄一定知道，我是莫大夫的关门弟子吧？那老头弟子多了，关不关门不重要，
重要。我跟他学的医，你的病，我也能帮你。这药副作用极大，发作时疼痛难忍，生不如死。我即便救不了你的命，但也有办法让你好受一些。什么办法？师兄的刀还架在我脖子上呢，我脑子发懵，想不起来。俺老弟，适才为兄做的不对，兄弟今日救了我一命，又发誓帮我保守秘密，算厉某欠你个人情。3日后，我会把药配好，就在此地会合。一言为定，绝无食言。险些引火上身，以后再也不随便出手了。不过，适才厉飞宇说的，师父有好多弟子，怎么从未在此见过旁人？张姐，哎，你回来了？哎，你咋了？一头汗。我不是赶回来吃饭吗？哎，真好，办好了。今天都做什么菜啊？水银羹、清清饭，全都是老几样。啊。哎不，你醒了？你在这坐了1天1夜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早晨出去砍柴的时候，你就坐在这儿；我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，你也在这儿；我睡了一觉睡醒了，你还在这儿，你一动不动。我要不是探了一下鼻息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。有这么久？这个饭我来来回回热了好几次，我不骗人的。好快啊！我只是做了一个梦。师傅好像回来了，我去看看去。1天1夜没吃饭了，我怎么都不觉得饿呢？难不成是口诀的功劳？都说仙人才不会饿呢。快来！阿离，师傅不行了！你快点儿！我也不会医术，师傅快不行了！师傅，快点儿！海里，快！去拿水！师傅，
才怀是你吗？师傅，是我是韩立啊！没事的啊，没事的。您吃完药就能好了。师傅，韩立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！师傅，你抓疼我了。天哪！得突破第3层啊！徒儿不知啊，徒儿修炼时好像是入了迷，恍如做了个梦，梦里自己肚子上有个漩涡，还能吸收天地灵气。这是第3层了。傻孩子，这不是梦。张天，去，右柜左手，第3层第2排，一个小盒里面有个小白瓷瓶，过去拿去。我去。那不是梦，那不是梦。孩子，这天终于来，我太高兴了。那叫入定，那叫内视。爹老天不负我，这一天终于。抽嘴丸。这抽嘴丸的坏处，连厉飞羽都知道，师傅有机会不知。师傅，好徒儿啊！我的好徒儿啊！哎呀！韩立，老天不负我，不负我！师傅的眼神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贪婪，就好像他不是在看一个活人，而是在看一件东西。韩老弟还真是守时啊，说3日后50，还就真是50正点。这只是1个月的。为什么这么少？我现在手头上的药材都用光了，其他的还需要再凑。1个月就1个月吧。谢谢韩老弟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药呢是用犀牛角做饮，抛开其他成本，你给我2两就行了。可否下个月？厉师兄没钱，那我可以用其他的来抵。我瞧着，你这刀就不错。这把可不行。那只能用人情来还了。就是人情。那你就有什么事都找我，我为你2肋插刀。这抽髓丸，你为什么要吃啊？想要在这江湖之中站稳脚跟，总需要一些手段。以前我觉得人生苦短，不争岁月，只争朝夕。这要能给我想要的，损失些寿命又如何？只是现在才觉得，不说这些了。这药我先拿走了，下月见了。哈哈哈。不争岁月，只争朝夕。那师傅要争的是什么呢？师傅，锅来了。哎，师傅，其实我忙活了一下午，就找这个锅。哎，人家还跟我说不用着急还，咱用完了给他就行。师傅，我给您下点您爱吃的豆腐。
好。难得张铁有这么一个孝心啊，不如咱们师徒三个，啊，喝几盅，啊？行。师傅，当心身体啊！就喝一口，死不了。先给师傅倒上，再给韩立倒上，张铁也喝一个。徒儿和张铁共敬师傅一杯，祝师傅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长命百岁。还长命百岁了，能活一天就一天吧。哦，师傅，来，师傅，张铁敬你一个。张铁来神手谷已经4年了，您教了我象甲功，还教了我好多本事，还让我还了家里面所有的面。张铁不会说话，全在酒里了。我有点晕了。师傅，见笑了。就扶他回去吧，免得我还要装模作样哄他，像哄孩子一样。啊，师傅，马上回来。师傅呢？明早起来，若没看到我，你便立刻下山，不要再回来。张铁，张铁，师傅，今日就由你为为师诊个脉吧。